基德被神臂秒杀其实一点都不冤。香克斯用了4种堪称神级的能力，现在的路飞也只掌握了其中的2个。第一种就是见闻色高阶用法预见未来。基德带着伙伴来到巨人岛阿尔巴夫，看到香克斯手下的附属海贼团都在，他立马决定使用大招电磁炮，打算将他们瞬间摧毁。香克斯用见闻色预见未来，探查到手下的海贼团会遭受重创，可能就是基德攻击弱小的行为，才导致香克斯异常愤怒，不得不使用第2种神技霸王色缠绕攻击。凯多曾在鬼岛对路飞说过，只有极少的人会霸缠攻击，目前会这项顶级能力的人并不算多。白胡子和罗杰在无名小岛开战，使用过霸王色缠绕对轰。四皇大妈秒杀飞6包配吉万的时候也用过。卡普去蜂巢岛就徒弟克比，银河冲击也属于霸缠攻击。凯多在鬼岛屋顶对战武当路飞，2人也都用了这项技能。算上香克斯，也才有7个人当众使用过霸缠。基德能倒在神臂的攻击下也不算冤了。香克斯使用的第3种神技是瞬间移动，探查到基德将摧毁自己的附属海贼团，香克斯立马冲了出去。动画用香克斯快速奔跑来突出他的速度快，可是在漫画中只用了1瞬间就来到基德面前。我们知道香克斯拥有瞬间移动的能力，即便是拥有光速移动的海军大将黄猿，也只能被香克斯用刀架在脖子上无法逃走。从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，香克斯拔刀时出现一只火轮，他的配刀叫格里芬，也就是施救的意思。出现一只燃烧着的火轮，难道是这把刀的特殊能力吗？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尾田曾表明香克斯会火焰攻击，虽然使用火攻已经算不上什么特殊能力，但香克斯制造出来的火轮肯定有着强大的破坏力。难道说格里芬也是一把妖刀，可以制造出火焰来攻击？就像五老星内斯受狼圣的初代鬼彻斩击中带着冰冻属性。综合来看，香克斯认为基德很强，才会用出4种神技将其秒杀。极恶世代中战斗力最强的6个人，觉醒霸王色的索隆也才第5名，其中2个人被4皇重创后生死未卜。第6名怪僧乌尔基，赏金1亿800万贝利。乌尔基是超新星中赏金最低的人，也是年纪最大人。进入新世界后挑战4皇大妈，打败过赏金6亿贝利的江心斯纳格，后来与第3将辛克利架轻松击败，可见他有4皇团核心干部的实力。第5名罗罗诺亚索隆，赏金11亿1100万贝利。在香波地群岛时，索隆的战斗力可以说很弱，被大将黄猿轻松秒杀。跟着鹰眼学习2年后，索隆掌握见闻色和武装色，战斗力可谓深不见底。来到和之国后，索隆将黑刀秋水更换成妖刀研磨，等同掌握武装色流鹰用法，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重创凯多腹部，战斗力也得到世界最强生物的认可。后来与岩灾境战斗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整体实力应该达到接近海军大将的水准。第4名尤斯塔斯基德，赏金30亿贝利。基德本来是极恶世代中赏金最高的人，进入新世界的表现也最活跃，挑战过4皇大妈海贼团，打伤过1名将星，据说还抢走了一件珍贵的宝贝，还曾与红发海贼团爆发过战斗。不过没见到香克斯就被砍掉一条胳膊。进入和之国后，基德的表现还算可以，对战4皇大妈将慈慈果实觉醒，联手罗一起将4皇大妈击败，赏金也涨到和路飞一样的30亿贝利。不过在对战香克斯本人时，被一招霸王色缠绕神臂秒杀，生死未卜。第3名特拉法尔加罗，赏金30亿贝利。罗绝对是超新星中最冷静的人，顶上战争之后，他选择成为一名七武海，之后与路飞联手击败多弗朗明哥，目的是将最强生物凯多拉下马。与基德一起对战4皇大妈时，罗表现出来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基德，而且罗的手术果实的能力非常特别，狠狠揍了只用阵阵果实的黑胡子，最终被黑胡子开启暗暗果实击败。海贼船被摧毁后下落暂且不明。第2名蒙奇蒂路飞，赏金30亿贝利。路飞在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之后，霸气和果实能力都得到全面提升。不过在弹头岛对战黄猿却没有明显优势，体力耗尽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相比白胡子暴揍大将赤犬以及香克斯秒杀黄猿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等到路飞掌握见闻杀和霸王色物理伤害，才有可能成为罗杰之后的海贼王。第1名马歇尔蒂蒂奇，赏金39亿9600万贝利。从得到暗暗果实开始，黑胡子的实力开始飙升，击败过火拳艾斯，又在马林范多得到阵阵果实。对战前海军元帅战国丝毫不落下风，马尔科也曾评价过黑胡子的实力已经是他们无法企及的强者，而且黑胡子还在寻找第3颗恶魔果实，当前的战斗力绝不在路飞之下。极恶世代中战斗力最弱的6人，2人在和之国战斗中已经战死，还有1人很可能会加入草帽团。第12名乔艾利波尼，赏金3亿2000万贝利。波尼吃了超人系碎碎果实，能随意改变自己和他人的年龄，还能扭曲时空变成未来的人物，就曾变身成妮卡形态进行战斗。不过随着波尼认知的提升，碎碎果实的战斗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弱，而且武装色霸气能驱散果实能力，遇到霸气强的人波尼也没有任何优势。黑胡子就曾嫌弃波尼的战斗力太弱，
让他做自己的压寨夫人而不是伙伴。当前波妮正在弹头岛对战萨坦圣，有可能登场桑尼号和路飞一起冒险。第11名，斯库拉奇马阿普，赏金3亿5千万贝利。阿普是因果实能力者，可以利用声波对敌人进行隔空打击。2年前在香波地群岛斩断黄猿的身体，结果被黄猿一脚光速踢秒杀。后来在和之国战场上，阿普打伤过路飞和索隆，一度被称为第6皇。不过因果实的缺点也非常明显，只要堵住耳朵就能克制住他的攻击，而且阿普的整体战斗力一点也不强，被认真起来的索隆一刀流轻松秒杀。第10名，巴兹尔霍金斯，赏金3亿2千万贝利。没事总爱算两卦的霍金斯，总是一副很装 X 的姿态，看起来很欠揍。当年在香波地群岛对黄猿爱答不理，成了第一个吃光速踢的超新星。后来黄猿解决掉阿普和德雷克后，回头还不忘给霍金斯来几发镭射光线。霍金斯在和之国的表现也很一般，稻草人怪物被索隆2刀流轻松搞定，与基拉战斗也耍手段占据短暂的上风，后来被基拉卡到bug后轻松击败。战争完结后，霍金斯奄奄一息登场，表明自己只有1%的机会活着。第9名，基拉，赏金2亿贝利。吃了失败的人造果实，基拉在香波地群岛登场的时候，与怪僧乌尔基打得有来有回。来到和之国的基拉表现很一般，与索隆战斗被一招3刀流轻松秒杀。与霍金斯战斗，基拉的实力高于对手，不过基德被霍金斯利用不能获胜，最后卡到基德没有左臂的不过后，轻松击败霍金斯，可见基拉实力并不弱。第8名，德雷克，赏金2亿2千万贝利。德雷克吃下古代种霸王龙果实，一度被认为是非常稀有的能力。不过德雷克在香波地群岛第一次展示，连初代的和平主义者都没打赢，在和之国从奎因和霍金斯的围攻下逃走，也表现出了非常不错的战斗力。不过在对战 CP0 的时候，德雷克的表现很拉胯，没有打过 CP0 的人。战争完结后，他与霍金斯在一起，两人都奄奄一息，能否活着还很难说。第7名，卡彭贝基，赏金3亿5千万贝利。贝基给人一种人狠话不多的感觉，狠起来连自己的小弟都要杀。进入新世界后，贝基的目标就是干4皇，目标是夏洛特00。在蛋糕岛的时候，贝基与路飞2人联手，差点刺杀4皇大妈成功。吃了奸臣果实的贝基正面对抗大妈，也没有被对方轻松击败。你知道是谁从蜂巢岛救走卡普吗？他曾单挑过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当年观看罗杰处刑的人中，只有2个人算不上真正的大佬，第一个就是斯摩格，职位是海军中将，2年后出场就被秒杀；另一个是莫利亚，一度被称为最弱七武海，表现出的战绩也很差。年轻的莫利亚有当海贼王的梦想，曾经前往和之国向凯多发起挑战，结果以惨败告终，伙伴们被全部杀掉。逃走时带走龙马的尸体和秋水，之后在恐怖3维帆船组建僵尸军团，被海军邀请成为一名七武海，却遇到了刚刚大闹司法岛的草帽团，手下的最强僵尸奥兹被击败。同时莫利亚还被暴君熊嘲笑一番，担心他会成为第2个被击败的七武海。在与路飞的战斗中，莫利亚的表现很一般，被路飞的3档轻松击败。当时海军正准备对抗白胡子海贼团，才没有剥夺莫利亚的七武海身份。不过他在顶上战争的表现很一般，联手暴君熊和明哥重创巨人奥兹后，与同样是七武海的盛平战斗，连一个回合都没扛住，被盛平一拳头击败。顶上战争完结之后，吴老星直接命令多弗朗明哥将莫利亚彻底抹杀，却被莫利亚使用某种特殊的能力，当着明哥与和平主义者的面逃走。2年后，莫利亚去蜂巢岛找同伴阿布，把黑胡子手下的小兵虐了一顿。对战与之溪流被对方用隐身果实偷袭，没有任何察觉就被溪流砍伤。面对黑胡子的邀请，莫利亚没有顺从，被关入蜂巢岛的监狱之中。得知徒弟科比被黑胡子绑架后，卡普带着 SWORD 成员闯入蜂巢岛救人，一拳霸王色缠绕银河冲击，差点将蜂巢岛的一座城镇完全摧毁。与前大将青雉战斗也是完全碾压，一招海底落下轻松将青雉打入地下。不过为了保护徒弟科比，被隐身状态下的溪流偷袭，腹部挨了一剑。最终在溪流和青雉等人的围攻下，海军英雄铁拳卡普最终战败。报纸给出的消息不是卡普丧命，也不是被抓捕，而是下落不明。当时莫利亚和佩罗娜也在蜂巢岛，很有可能是他们2人将卡普救走，就像当年莫利亚在顶上战争之后，当着明哥与和平主义者的围攻逃走一样。纵观莫利亚的所有战斗，表现出来的战斗力确实算得上最弱七武海。不过他曾经能单挑最强生物凯多，虽然战败也能逃走，说明实力不算弱。如果他真的在蜂巢岛将卡普救走，之后的剧情中应该还会有亮眼的表现。萨博成为炎帝后的2大缺陷被公开，萨坦圣却表明萨博拥有4皇级别的实力。在3兄弟中，萨博的成长环境最好，从小就在革命军中系统训练，有多拉格和暴君熊等强者在身边，17岁便掌握了武装色和见闻色霸气。反观同年龄段的艾斯和路飞，才刚刚出海当海贼，连霸气是什么都不知道。22岁的时候，萨博已经小有成就，成为革命军的参谋长，地位仅次于龙。在德雷斯罗萨登场吃掉烧烧果实，
轻轻松松秒杀掉一位海军中将巴斯提友。后来与大将藤虎战斗，场面上也是不分胜负，战斗力绝对有大将级别。还有对战黑胡子的第一船长巴沙斯，用霸气和果实结合，完全碾压对方。在剧场版《黄金城》中，萨博与陆琪爆发过战斗，两人的实力应该在同一级别，还用一招火拳挡住黄猿的大招八尺琼勾玉，整体实力妥妥的大将水准。不过萨博还存在两个重要的缺陷，第一个就是烧烧果实的能力并不特殊，在海贼王中火系攻击可以说遍地都是，也才有了烧烧果实狗都不吃的梗。从艾斯和萨博表现出来的战斗看，烧烧果实在输出方面确实不算突出，尤其是在岩浆果实面前，可以说被完全碾压，也导致艾斯丧命，马林犯多。第二个缺陷就是萨博还没展示霸王色，虽然他的武装色和见闻色都不弱，但1000000%的霸王色并没有出现，更加不会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。纵观当今的最顶级强者，香克斯、凯多和白胡子等都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萨博只有掌握这项最顶尖的技能，才有可能达到4皇级别的战斗力。不过从萨博与萨坦圣的交手来看，他的整体实力完全在海军大将之上。萨坦圣在弹头岛变成怪物形态后，展示出让周围强者无法动弹的能力。路飞与黄猿经历过一次决斗，两人体力消耗很大，身体不能动还能接受。山治的赏金超过10亿贝利，没经历任何战斗，也无法将身体移动一点点。可见萨坦圣的这种奇怪技能，即便是大将级强者也无法轻松突破。不过在世界会议的时候，萨博为了救寇布拉，被吴老星和伊姆联手打伤。之后萨博拖着重伤的身体，居然能从吴老星和伊姆的围攻下逃走。萨坦圣让敌人不能动的技能失效，可见萨博的实力可以无视那个特殊能力。从此也能推断出，萨博即便没展示出霸王色，整体实力也应该接近4皇了。尾田公开雷利能喝退黑胡子的真正原因，即便汉库克被干掉，九蛇岛还有4位大将级强者。黑胡子带着2个小弟去九蛇岛，目标是抢夺超人系甜甜果实。当时海军也在抓捕汉库克，结果连同大九和戴鹏一起被全部石化。见到汉库克对科比发起攻击，黑胡子趁机偷袭抓住汉库克的脖颈。他很清楚，即便是干掉汉库克，也不能救下自己的2个小弟大九和戴鹏。就在此时，雷利释放着霸王色登场，他让汉库克解除所有被石化的人。黑胡子也很给雷利面子，绑架科比之后，带着手下乖乖离开九蛇岛。之后，雷利告诉众人，自己已经老了，现在很难正面击败双果实的黑胡子。对甜甜果实势在必得的黑胡子，是真的因为害怕冥王雷利才离开的吗？回顾黑胡子从一个无家可归的小渔民，成长为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计划、有城府的人。离开九蛇岛必然是最正确的选择。首先，黑胡子不能干掉汉库克，用2个小弟的性命换甜甜果实并不是很划算。当下海贼世界已经进入最终的混战时期，丢失2名干部会让海贼团实力下降。其次，黑胡子即便将汉库克干掉，还得面对4位大将级强者的全力围攻。第一个是冥王雷利，他来九蛇岛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保护汉库克的安全。2年前在香波地群岛对战黄猿，可以确定老年雷利至少有大将级水准，即便不能单挑打赢黑胡子，2人的战斗也会很焦灼，短时间无法结束。夏奇也跟着雷利来到女儿国，他是汉库克之前的九蛇海贼团的船长，他还没有展示过真正的实力，应该不会比汉库克差，拥有准大将级别。别看咋婆婆整天被汉库克踢来踢去，他曾经也是一位实力强悍的海贼，担任过九蛇海贼团的船长，还曾加入过史上最强的洛克斯海贼团。如果黑胡子将汉库克干掉，必然会遭到3人的围攻，小命很可能不保。与此同时，海军还有科比和2名炽天使，没有被甜甜果实的能力石化。科比的战斗力很一般，最多也就中将水准。炽天使女帝也没有大将级，但炽天使鹰眼的战斗力一度让黑胡子感到畏惧，应该具备准大将级别。一旦黑胡子与雷利等人爆发混战，海军必定是围观者坐收渔翁之利。等到黑胡子在战斗中受伤后，炽天使鹰眼会将其抓捕关入海底监狱。赤犬评价凯多的战斗力远在白胡子之上，但是凯多为何会在临终前对路飞说谎呢？小时候的凯多出生在沃卡王国，10岁的时候便成为该国的最强战士。海军为了能得到凯多，居然答应让沃卡王国可以参加下一次世界会议，可见海军是多么看重凯多的战斗力，而且第一次悬赏就给出7000万。15岁的凯多来到蜂巢岛，因为表现出强悍的战斗力，被洛克斯看中，让白胡子亲自邀请他成为伙伴。可见那时的凯多已经具备顶级强者的实力。当年的夏洛特00也很看重凯多的实力，把鱼与果实直接送给他吃掉。几十年后，2人都成为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。大妈依旧认为，只要能联手凯多，就能复活当年的洛克斯海贼团，拥有称霸整个世界的强悍战斗力。就连卡普也表示说，假如大妈和凯多联手，他也没有办法搞定这2个人。对年轻气盛的艾斯来说，凯多虽然很强，也有信心能取下他的首级。带着手下闯入鬼岛，没遇到凯多被人，却与大河爆发了一场平手战斗。后来艾斯从和之国回来后，请求白胡子出兵攻打凯多的百兽海贼团。白胡子把艾斯狠狠揍了一顿，
强调凯多是玉田都无法战胜的强敌，即便出兵有可能击溃百兽海贼团，白胡子海贼团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失。可见在当年的白胡子看来，也没有100%的信心能击败世界最强生物。香克斯完全没有把凯多当回事，去马林范多之前，顺便收拾了一顿凯多。从红发海贼团无伤抵达顶上战争来看，应该是轻松打退了凯多和岩灾镜。香克斯是敢于和白胡子正面交手的人，对付凯多也应该有足够的战斗力。赤犬对凯多一直非常畏惧，得知大妈和凯多联手后，不敢让黄猿去和之国，嘴上说是担心和之国战力不详的武士，真实的原因就是害怕百兽海贼团。在咨询老元帅战国的意见后，才迫不得已派遣大将绿牛前往和之国。当年对白胡子不屑一顾的赤犬，难道是认为凯多才是世界最强男人吗？吴老星对凯多的态度与赤犬一样，有凯多在的时候不敢霸占和之国，直到凯多战败之后才敢派兵前往和之国，却没敢对新任四皇路飞动手。不过凯多却在临终前对路飞说谎了，他一直强调霸气比恶魔果实更重要，却在与路飞的最终决斗时依靠恶魔果实的能力。难道说果实强才是王道吗？路飞觉醒米卡果实后，有4种能力还需要提升，香克斯必然会成为他的最后一位老师。经历过和之国篇章，路飞的各项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升，武装色霸气达到流鹰阶层，能从敌人内部造成伤害。霸王色学会最顶尖的缠绕攻击，不用接触敌人也能造成伤害。果实开发也觉醒了幻兽种米卡形态，拥有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。不管是路飞对战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还是在弹头岛对战大将黄猿，路飞表现出来的战斗力都算不上最顶尖强者，还有很多技能有提升空间。首先是持续作战的能力，也就是体力不足，每打一会就会变得奄奄一息。在鬼岛对战凯多靠卡里布提供食物，在弹头岛打黄猿后也需要大量补给。真正的顶级强者决斗都需要长时间才能决出胜负，路飞体力不足是大缺陷。其次是路飞的移动速度不够快，在所有的战斗形态中，只有2档对速度有提升，3档是提升力量，4档是结合霸气。虽然变强了，却没有让速度得到增加。对战凯多的时候，即便能预见到对方的行动，也没有足够的速度来躲避。在弹头岛打黄猿的时候，5档的速度相比光速移动还有非常明显的差距。目前香克斯的速度最快，拥有超越光速的瞬间移动能力，路飞必须从他身上学。除了体力不足和速度不快，路飞的见闻色能预见未来，依旧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目前能短暂预见未来的强者太多，卡塔库利可以，曾经的大将青雉也可以。在顶级强者的行列中，路飞的见闻色并不算突出，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。据说见闻色的最强用法是隐藏自身气息，让敌人的见闻色无法发挥出作用。这项技能的名字叫见闻杀，已经确定香克斯会使用，但还没有展示出来。与此同时，路飞刚刚掌握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也算是进入了最顶级的强者行列。目前使用过霸缠攻击的人，也就罗杰、白胡子和卡普，外加凯多和香克斯。霸王色霸气还有更高层次的用法，就是用霸王色造成刀剑一样的物理伤害。据说只有香克斯一人已经掌握，当年去找白胡子时就用霸王色阵列过船板。不管是霸王色物理伤害，还是见闻色和瞬间移动，都只有香克斯一人会。路飞要提升这几种能力，必须跟着香克斯学习，两人的战斗应该不可避免。霸王色霸气的最强用法只有2个人会，其中1人已经救过路飞3条命，还有1个人当前正准备干掉路飞。100万分之一的霸王色霸气，在修炼方面也有等级之分。刚刚觉醒霸王色的时候，很难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释放。当年路飞在马林范多救艾斯，释放霸王色霸气进行无差别攻击，跟着雷利学习2年后，路飞已经能掌控霸王色，可以按照意愿释放。很多霸王色的拥有者都属于这一级别，也只能在清理小兵的时候使用。更深层次的霸王色用法就是定点打击，雷利在香波地群岛的竞技场用过，将天龙人和士兵全部震晕。草帽团的成员和鱼人凯米却没有被霸王色攻击。路飞在鬼岛屋顶对战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掌握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就是像武装色一样包裹在身体和兵器之上，不用接触敌人也能造成伤害。只有最顶尖的强者才能掌握这项技能。四皇大妈用霸缠击败过佩吉万。多年前，白胡子与罗杰在无名小岛相遇，也将霸王色包裹住兵器上对轰。卡普作为海军英雄也会霸缠攻击，一招银河冲击差点将一座城镇摧毁殆尽。香克斯也是最顶尖的霸缠攻击使用者，一招神臂攻击秒杀赏金30亿的积德。除此之外，霸王色还有比缠绕攻击更强的用法，就是能像刀剑一样造成伤害。据说只有香克斯一个人会使用，但是在剧情中还没有明确交代过。当年去找白胡子商讨召回艾斯的事情，就释放过霸王色将船板阵列，还有在和之国近海释放超远霸王色，麻痹大将绿牛的身体，使其不能动弹。算上当年在东海丢掉胳膊救路飞，以及2年前去马林范多终结顶上战争，香克斯这次将绿牛赶出和之国，已经算是第3次拯救路飞的性命。目前草帽团正在弹头岛冒险，对手除了大将黄猿，还有吴老星萨坦生。
他应该是某种幻兽种能力者。从周围的黑色烟雾看，应该已经觉醒果实。而且海军准将以下的人，一旦与萨坦圣对视，就会身体爆炸丧命。即便是赏金超10亿贝利的山治，在萨坦圣的周围也无法让身体动弹。有不少海米推测萨坦圣的这种奇怪能力，要么是果实所致，要么是霸王色。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，吴老星都掌握霸王色霸气，一点不惊讶。如果是用霸王色造成的物理伤害，路飞在弹头岛的战斗就非常困难了。战力超4皇级强者动身前往弹头岛，他的主要目标却是干掉吴老星萨坦圣。自从萨坦圣和黄猿抵达弹头岛，谁来拯救草帽团就成为焦点。海军出动了100艘军舰，外加多名炽天使，目的就是将草帽团彻底消灭。本以为桑尼号会借助飞行能力逃走，但从目前的局势来看，似乎不可能。护送桑尼号的机器人被黄猿摧毁，和平主义者的控制权也被萨坦圣夺回。索隆当前的对手是 CP0 的陆奇，两人战斗力差不多，短时间很难分出胜负。黄猿与路飞的战斗也算告一段落，没分出胜负，也都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。萨坦圣开启恶魔果实能力后，山治等人的身体无法动弹，加入战斗不太可能。波妮的战斗力太弱，攻击不仅对萨坦圣无效，自己的小命也是危在旦夕。好在暴君熊及时赶到救下波妮，他算是第一股来拯救草帽团的战斗力。当年在香波地群岛，暴君熊就当着黄猿的面将草帽团的全部成员拍飞。目前他正要与萨坦圣战斗，结果暂且不论，算是给路飞争取了恢复的时间。只要路飞能饱饱的吃上一顿，再次投入战斗击败萨坦圣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至于弹头岛周围的100艘军舰，草帽大船团应该会及时赶到帮忙处理。毕竟路飞在弹头岛闹事的新闻已经传开，那帮小弟也是时候出场表现了。凭借现在草帽大船团的战斗力，能帮助桑尼号抵挡100艘军舰的攻击。在最新的漫画1103话中，一个超4皇战力即将前往弹头岛，就是多拉格。他询问伊万科夫暴君熊可能去的地方，伊万科夫表示会去圣地玛丽乔亚，紧接着又强调说暴君熊不会去那里。然后龙就表现出知道大雄去处的样子。当年为了救波妮，龙曾答应熊会找名医，也知道他和贝加庞克的事情。从漫画中可以看到，龙正准备动身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就是要前往弹头岛。凭借龙不输任何4皇的战斗力，帮助草帽团逃离弹头岛简直轻而易举。不过他的目标应该是干掉吴老星萨坦圣，因为他与萨坦圣有着仇恨。当年的西军队长金妮被抓走后，就是被萨坦圣当作试验品才丢掉性命。而且萨坦圣可以说是毫无人性，用人体搞实验不说，甚至连孩童都不放过。干掉萨坦圣不仅能救自己的儿子，还能救曾经的伙伴大雄和他的女儿，甚至还能为昔日的同伴金妮报仇。龙绝对不会让人渣萨坦圣活着离开弹头岛。暴君熊一拳测出萨坦圣的真正战斗力，远没有达到大将级别，全靠妖怪般的外表吓唬人。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，吴老星的战斗力一直是谜一样的存在。他们每一次出场都在分析世界局势，给人的压迫感犹如4皇级强者。当赤犬得知吴老星被明哥胁迫后，调侃5个老头被别人骑在头上，吴老星也没有惯着赤犬，拿亲自离开海军说事，完全没有把赤犬当回事。世界会议期间，吴老星和伊姆大人第一次出手战斗，目标就是炎帝萨博。他们都变成怪物模样，就像吃了动物系恶魔果实，一招便将萨博打成重伤。不过6个人的联手攻击却让萨博逃走，说他们有多么强的战斗力也不合理。得知草帽团绑架贝加庞克，土星萨坦圣在大将黄猿的陪同下抵达弹头岛，他的能力可谓让人捉摸不透，能靠着某种特殊方式达到瞬间移动的效果。上一秒还在海军的舰艇之上，下一秒就能出现在弹头岛的核心位置。后来我们知道他也是一名科学家，瞬间移动能力应该是某种科技的产物。萨坦圣还能变成怪物形态，下半身如同蜘蛛，头上还长着2个奇怪的角，脖子周围缠绕着黑色的烟雾，属于动物系的特点。是否是果实觉醒还不清楚，但凡与他对视的弱者都会身体爆炸丧命，让人觉得是霸王色太强所致。海军也强调了，不是准将级别的士兵都不能接近萨坦圣，避免有生命危险。即便是赏金超10亿贝利的山治，也会被他的某种特殊能力限制住行动。波妮的刀剑攻击虽然能让萨坦圣流血，伤口却会在一瞬间得到恢复。综合来看，萨坦圣的战斗力很有可能超越大将，拥有4皇级别的水准。不过在海贼王1103话中，暴君熊抵达弹头岛，拯救自己的女儿波妮，挡下萨坦圣的攻击后挥出愤怒的拳头。萨坦圣见状，额头被吓出几滴冷汗。虽然大雄对肉球果实的开发堪称完美，最多也就是接近海军大将的战斗力，萨坦圣一度被认为拥有超4皇水准。面对暴君熊，本不应该有畏惧的表现，他的惊恐表现应该是2种情况导致。第一种是不敢相信奴隶会攻击主人，另一种就是真的在惧怕暴君熊的实力，一拳下来会让自己的生命有危险。如此来看，萨坦圣应该算不上顶级强者，只是外表看起来比较唬人罢了。还有其他几位吴老星和伊姆大人，说不定也不具备4皇级别的战斗力。
尾田公开卡普战败蜂巢岛的真正原因，也难怪雷利会说正面打不赢现在的黑胡子。被称为海军英雄的铁拳卡普，一直被认为是海军中最强的存在。据说卡普打任何人都只用一拳，原因是没人能扛得住他的第二拳。想当年在神之谷战场上，卡普联手罗杰击溃史上最强的洛克斯海贼团，对方是白胡子、凯多等一群顶级强者，也没能从卡普和罗杰手中取得胜利。后来卡普多次将罗杰海贼团逼入绝境，又联手战国把金狮子关入海底监狱。为何会在黑胡子的蜂巢岛战败失踪，一直是海迷们很不能理解的事情。得知大徒弟科比被黑胡子绑架后，卡普带着几个 SWORD 成员来到黑胡子的老巢，直接来了一拳霸王色缠绕银河冲击，差点将一座城镇彻彻底底摧毁。对战曾经的首席弟子青雉，战斗力可以说无限接近当今海军元帅赤犬，也只是用了一招海底落下搞定青雉。等青雉重回地面后，已经满脸是伤。打黑胡子海贼团的几位干部，也都是以几乎秒杀的方式完全碾压对方。巨大战舰圣胡安恶狼，体型堪比一座岛屿，被卡普轻松扔到大海之中。大九使用的火焰攻击，卡普完全没当回事，直接用人墙抵挡住伤害。溪流靠着偷袭科比将卡普重伤后，也被一拳头砸在脑袋上，满脸是伤。恶阵王将身体融入整个岛屿，还是被重伤的卡普一拳打得头破血流。假如卡普不管科比等人的安危，他完全有能力将整个蜂巢岛摧毁。最终还是为了保护 SWORD 成员离开，遭到青雉等人的围攻后下落不明。从此也可以确定，卡普之所以战败，并不是他不能击败黑胡子海贼团的人，而是为了掩护弱小的 SWORD 成员，不能100%发挥出真正的战斗力。尾田也曾在漫画中强调过这点。当时暴君雄询问龙为什么一直去风车村，龙的回答很有意思，他告诉暴君雄，如果想杀掉他就继续追问下去。紧接着龙又对暴君雄说，孩子是父母最大的弱点。暴君雄也表示认可。龙的这句话间接回答了卡普战败的原因，就是为了救这些 SWORD 成员，卡普才会被溪流用隐身果实偷袭受伤，最终被多人围攻，战败后下落不明。现在想想，雷利说正面打不赢黑胡子，应该不是说自己的实力不如黑胡子，而是说战场在九蛇岛，一旦自己使用全力击败黑胡子，会波及到女儿国的人。12名七武海中最弱的6个人，其中有3人痛击过4皇，胜平居然排名倒数第5，第12名是无名七武海，目前还没有露面。在暴君雄的回忆中，我们知道艾斯在出海后击败过一位七武海，那个人的名字还没有公布，具体的战斗力也没有准确的参考依据。当时能被艾斯轻松击败，只能表明那位七武海的战斗力不会很强。第11名是月光莫利亚，赏金只有3亿2千万贝利，也是唯一一位因为实力太弱被吴老星下令抹除的七武海。年轻时期的莫利亚很强，曾经与凯多战斗，居然能保住一条小命。在恐怖3维帆船对战路飞被击败，后来在马林范多被盛平一拳打飞。顶上战争完结之后，吴老星让明哥抹除莫利亚，却被他逃走捡回一条命。后来莫利亚去蜂巢岛寻找同伴阿布，又被宇之溪流重伤，目前下落不明。第10名是巴基，战斗力很一般，却拥有霸王色运气。罗杰被处刑之后，巴基拒绝香克斯的邀请，在东海成立自己的海贼团。后来陪着路飞一起从推进城越狱，来到顶上战争的表现可谓异常神勇，正面对抗世界最强剑豪鹰眼，任由对方砍了1万刀，也是一点伤都没有受。抱着重伤的路飞和盛平躲过岩浆拳头，还能巧妙地躲过黄猿的激光偷袭，不得不说巴基有隐藏实力的嫌疑，否则也不会成为当今的4皇之一。第9名是白胡子2世，已经被绿牛击败关入海底监狱。白胡子2世的实力不小，黄猿评价他拥有年轻白胡子的战斗力，对战白胡子海贼团的众多船长，也是用碾压的战斗力获得胜利。不过白胡子2世能被绿牛轻松击败，只能说他的战斗力上限不高。第8名是草帽团的舵手盛平，赏金11亿贝利。盛平作为鱼人族，能在陆地上与艾斯打平，说明他的实力不比艾斯弱。不过在顶上战争对战鹰眼，盛平连一招都没挡住，就被鹰眼打飞出去。在蛋糕岛，盛平的表现非常好，将4皇大妈从桑尼号上打飞出去。在和之国对战赏金5亿4600万的福兹府，没拿出全部战斗力便取得胜利。之后盛平的赏金涨到11亿贝利，比觉醒血统因子的山治还要高一点。第7名是特拉法尔加罗，赏金30亿贝利。顶上战争完结之后，罗通过洛基港事件成为一名七武海，不过在与多弗朗明哥的战斗中，罗被全程碾压，还被对方砍掉一条胳膊。来到和之国后，罗将手术果实觉醒，联手基德战胜4皇大妈。后来遭到黑胡子海贼团的围捕，单挑4皇黑胡子也能将其打伤，最终被开启暗暗果实的黑胡子击败。海贼船被击毁后，罗也下落不明。尾田公布能干掉多拉格的唯一方法，也难怪战力天花板白胡子和卡普会战败。多拉格的战斗力强弱一直是谜，不过从剧情中的细节也不难确定，在海贼王的世界里有3大势力团，分别是海军、海贼还有革命军。顶上战争之前，海贼世界最强的人是白胡子，被誉为世界最强男人。海军中最强的人应该是卡普和战国。
不过这两个老头已经选择退休。赤犬击败青雉后晋升为海军元帅，应该算是目前海军中最强的人。革命军中最强的人必定是多拉格，他的实力至少能匹敌赤犬和白胡子。尾田曾在访谈中说过，自然界中最强的3种灾害，正好对应3颗果实。火山喷发对应赤犬的岩浆果实，地震对应阵阵果实，飓风对应风暴果实。多拉格展示过操控风与雷电的能力，而且海贼船的名字也与风有关，应该是他吃了自然系风暴果实，输出能力不会低于岩浆果实和阵阵果实。而且多拉格是蒙奇家族的成员，卡普和路飞都展示过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也应该会最顶尖的霸缠攻击，整体实力绝对不输四皇。如此强悍的多拉格，尾田居然公开过干掉他的方法，不过那个方法已经失效。暴君雄还在革命军的时候，经常发现多拉格会偷偷离开，来到风车村之后，他询问多拉格的目的是什么，得到的回答却是想要杀死我就继续问。暴君雄对此非常不理解，紧接着龙又说道，孩子是父母的软肋啊，从此可以确定一点，想要干掉多拉格，用路飞的性命威胁最行之有效。当初白胡子去救艾斯，太在乎自己的儿子，胸口被大窝蜘蛛贯穿受伤，而且自始至终都没有使用全力，更加没有使用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。原因也很简单，白胡子担心自己的孩子们会在强大的攻击中受伤。卡普去蜂巢岛救克比，察觉到溪流的动向后，选择用身体去挡住偷袭，凭借卡普的霸气强度，完全能无视透明果实，一拳锤爆与之溪流。之所以选择用身体挡住偷袭，应该是担心强大的攻击会误伤克比。不过白胡子和卡普的遭遇100%不会在多拉格的身上出现。在和之国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后，路飞已经登基成海上皇帝，各项战斗能力都属于最顶尖水准，还拥有传说中的幻兽种尼卡果实。别说用路飞的性命威胁多拉格，就连抓住路飞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两场战斗测出当下索隆的战力上限，打拥有双果实的黑胡子也有一战之力。从跟着路飞一起出海开始，索隆的每一次战斗都会让实力提升。对战达兹波尼斯掌握斩断钢铁的力量，对战卡库觉醒了堪比霸王色的鬼气，后来又跟着鹰眼学习2年，剑术提升的同时，还学会了武装色和见闻色。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用黑刀秋水换来研磨，等同掌握了武装色流鹰用法，联手超新星对战2位四皇。索隆用血肉之躯挡下最强合体技能霸海，一瞬间又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，使用9刀流亡者系给凯多腹部留下伤疤。之后再对战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进士，索隆前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绝境之下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斩断岩灾镜的一条翅膀，登基成为地狱之王。此时索隆的赏金为10亿1100万贝利，相比其他皇父并不算非常突出。在弹头岛，索隆对战觉醒状态的卡库，索隆也是处于完全碾压的状态。现在索隆的实力有没有大降级别？从2场战斗可以找到准确的定位。得知七武海制度被废除之后，黑胡子立马带着2个小弟来到九蛇岛，不是找第一美女汉库克当老婆，而是为了抢夺超人系甜甜果实。当时海军也在九蛇岛，为了抓捕汉库克，出动了赤天使鹰眼和女帝小鹰眼与黑胡子爆发激烈战斗，一刀下去将九蛇岛的山劈成2半。黑胡子见状也露出一脸畏惧，害怕被小鹰眼击败，立马开启暗暗果实反击。单从这场战斗来看，黑胡子的实力并没有超越赤天使鹰眼很多。在弹头岛，海军也派遣出赤天使对抗草帽团，赤天使鹰眼也在其中。索隆见到小鹰眼之后非常兴奋，与他战斗也表现得非常认真。最终赤天使鹰眼被抓住，索隆没有受任何伤，可见双方的实力差距很大。从对战赤天使鹰眼的战绩来看，索隆的战斗力并没有差黑胡子很多，而且索隆不是恶魔果实能力者，暗暗果实的邪门能力对他毫无作用。索隆擅长剑术和霸气的结合攻击，对依靠恶魔果实的黑胡子也算优势。而且索隆已经觉醒霸王色霸气，假以时日，一旦掌握霸王色缠绕攻击，整体战斗力绝对能达到雷利的水准，对抗黑胡子也绝对有一战之力。不过索隆的对手应该是宇之溪流，期待溪流能让索隆再提升一步。